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是6月8号，1个月以前就是5月9号，在采完这个桑葚果子之后，我对这一棵桑葚树进行了重重的修剪，把它剪成了这个样子。有网友担心说你这个剪得太厉害了，明年桑葚结果子是没有希望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1个月之后，这棵桑葚树在剪口的刺激下，它现在有些什么反应，也是回顾一下我们修剪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，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首先是给大家回顾一下，我当时像这边的一部分，我是把所有的2级组织都剪掉了，所以直接剪到这个1级组织，也就是剪到这个树的1级主干上面了。那相反的，在这边呢，我倒是留了一些2级组织，所以说你看这个是1级组织，1级组织上面我留了这么一个2级组织在这里，2级组织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叶子在这边面也有一个2级组织，所以是把2级组织短截的。从这个1级组织来看，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有3个2级组织，1个、2个、3个，那还有4个，有4个2级组织。那总体上效果来看，你看我们从这边和这边的对比，这边是直接剪刀把2级组织全部剪掉，剪到这个1级主干上面，这长出来的枝条，看这个空间分布比较合理，没有那么密集，所以也不太需要更多的修剪。现在，那相反我们来看这边，这个你只是剪到这个2级组织，我们看就明显就比那边的密度要大得多。那现在，第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得出的就是，桑葚其实是很耐修剪的，你修剪能够刺激它发新枝，所以不用担心说桑葚修剪过度，哪怕是修剪到这个1级主干都没有问题的。那只要是把空间打开，所以我这个修剪到2级主干呢，还有点不够。那今天我要做的是把这些小小的这些2级主干还要把它锯掉，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总结的第一点，就是桑葚修剪可以大胆的剪到这个1级主干上面，不要留太多的，甚至可以不留这种2级主干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第2个观察，就是发现这个5月9号修剪过之后，这长出来的新枝条，看又长了小的桑葚果子。那这些果子蛮有意思的。我知道有些桑葚是在新长的小枝条，当年的新枝条是会长桑葚果子的。我对我这个品种呢也不是那么熟悉。现在我们观察到了这些小桑葚果子，所以这会改变我明年在桑葚生长期间的一些修剪。先打一个伏笔在这里，我们明年再说。至于这些果子，我会把它抹掉一些，也会保留一些，保留一点点，只是做个观察，做个比较。大部分果子我会把它抹掉，因为这些果子我不期望它会长很大，那它相反它会影响这个枝条的营养生长。那第3个观察就是修剪之后，我们看这才只有1个月，那最长的枝条已经长了有，看这已经长了有1尺多长了，已经有1尺多长了。现在到10月份、11月份还有这个3个多月的时间，所以这些枝条成为明年的结果枝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是现在就可以观察到，桑葚在结果之后进行重修剪，明年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第4就是我今天要来做的，你看这个在剪刀或者是锯子的刺激下，现在这个桑葚这个树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这个小枝条，可以说所有的芽眼潜在的芽眼
都长出了新的枝条。这些枝条我们不需要都保留，可以说大部分都要把它除去。这就是今天要做的。在桑葚修剪之后，在夏季吧，我们做一个修剪之后的清理工作。主要着重于是去弱留强。我们留一些骨干枝条，把一些非骨干枝条弱小的把它去掉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打开空间。我们每一个枝条，每一个方位的，比方说像这个方位，大概留那么3-5个枝条，让它集中生长，让它茁壮生长就够了。那像这个方向，这个组织上面，我们也是留3-5个枝条就够了。那特别是把当中的大部分都要把它清空，因为当中的枝条到时候又是当枝条都长大了之后，这当中的枝条是到时候是存在着通风透气、营养还有光线都不够的问题，所以还不如趁早就把它们干掉。现在还小，只是用手把它摸就摸掉了。那稍微大一点的呢，我们可以用剪子剪来剪。所以下面我们就会先来操作一下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枝干开始。像这些，一个是内糖的枝子，就把手给摸掉了。一个是细小，这些枝子又细小又是属于这个桑葚内糖里面的，所以直接现在很小，就直接用手把它摸掉了。那像这里有个枝子呢，它已经比较大，所以暂时先保留吧。我想整个这个2级组织，我待会就把它锯掉算了，因为这个虽然上面也长出一些比较健壮的枝子，但这个枝子和上面这个枝子呢是有 overlap 的，是有重叠的现象的，或者是把它剪掉，或者呢就上面少留一点，留1到2个枝子吧，大部分把它干掉吧。像这个和那边重叠的，大部分干掉。那我们现在先暂停，待会修剪完了我们再看效果。这就完成了这个时候的清理修剪。这是剪下来的一堆枝条，可以说是把今年这个季节新萌芽的枝条的70%都把它剪掉了。基本上每一个主干枝上面留了2到6个新发的新梢，像这个上面留了这么2个，那这个上面留了有这草上的1个，草旁边的有这么2个，这上面也是留了有3-4个，这样。内糖里面呢全部打开了，就是说这个树的内糖里面所有的小枝条全部抹掉。内糖一共我还是保留了有3个枝条，这1个，那2个，这属于内糖的枝子。保留了这个2-3个，其他的全部清空抹掉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清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把桑葚修剪到这个1级组织是吧？修剪到1级组织和修剪到2级组织这个区别。首先就是你不用害怕把桑葚重剪到1级组织，你看一点都不影响它这个发枝的能力。而且这些枝条仍然很粗壮，你可以适当的挑选你的这个枝条的生长方向，选留一些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把它剪到这个2级组织呢，有一个好处，我们现在能看，假如说当时这个枝条全部一下剪到这个1级主干，那它所发的枝条基本上就在这个主干周围，向周围发展。那也是可以的，那就跟这个一样，都是围绕着这个主干枝子向周围发展。但是现在呢，因着我们是剪的
短节的2级枝条，这短节的2级枝条，所以呢，这就把这个新枝条相当于说往外延伸了一些空间，这新枝条往外延伸了一个空间，所以短节的2级枝条也有它的好处的。根据具体情况吧，你需要向外延展空间，你就把短节到这个2级枝条，甚至明年的这个像这个明年的这种3级枝条结完果之后，你在这里短节，又把这个空间向外打开，那都是可以的。另外也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假如需要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树叶长也高，你需要把它，直接把它 cut back 到主干上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是通过这次修剪我们可以学到的。另外，我也告诉大家，刚才这个修剪的时候，这个说有的就用手掰一掰是吧？其实有的枝条已经比较大了，用手拉扯呢，容易把这个拉伤。我这几个树皮都被拉伤了，所以还是要用剪枝剪来剪。因为我这个修剪稍微迟了一点，因为出去度假嘛，应该是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修剪，那个时候更节省树体的营养，而且抹芽要比这些剪枝要更简单。好了，这是这个桑葚现在的修剪。那我们现在还是比稍微需要的稍微多预留了几个枝子，比方说像这里，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密，just in case 吧，稍微每一个点稍微多预留了这么1个枝子。像这里，其实这里也没有必要两个组织在这里，也多留1个，跟明年可以，或者到今年年底，再适当的再做处理。作为现在这个阶段，这个修剪是合理的。好了，那就是分享了这个1个月以前结果之后，对桑葚进行了重修剪。这1个月之后，这个桑葚的再一次清理，再一次修剪，然后也总结了一下，我们 review 了一下当时修剪之后的效果，应该也是能消除网友的一些担心，所以当时是不是剪得太重了，以至于明年没有希望再结果了，应该不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